斯诺克历史上的6大丑闻都有哪些？今天且听大圣来八卦一下。顺便给大家配上一段1982年的世锦赛老球王当年的比赛视频，权且当做大家的下酒菜，看看当年的球王其实也挺拉垮。斯诺克历史上6大丑闻排名第6位，托尼·诺尔斯的日记门。说到今天的主角托尼·诺尔斯，可能今天的球迷不太了解，但是这个哥们儿在80年代绝对是排名前16的顶尖高手。他除了打球之外，还有一个业余爱好，就是写日记。别人写日记是给自己看的，他写日记是给别人看的。他把自己跟100多位女性朋友恋爱、打扑克的过程，以连载的方式刊登在了《太阳报》上。由于这哥们儿文笔极好，不在大神之下，所以一时之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，吸引了众多的粉丝，纷纷都想知道这位大神究竟是谁。这哥们儿一时激动就曝光了自己的身份，承认他就是这版英伦版《金瓶梅》的主角。同时曝光的还有诸多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女性。这一下世态脸不干了，说他是有史以来斯诺克界最大的丑闻，玷污了这项绅士的运动。本来想对他处以终身禁赛，但是觉得又于法无据，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的世态脸，最后对他处以5000英镑的罚款，草草了事。对于托尼·诺尔斯来说，可能他也觉得很委屈，但是这哥们儿不明白的是，有些事儿能说不能做，有些事儿能做不能说。你说当年冠希到底做错了什么？那不就是修了一台电脑吗？斯诺克历史6大丑闻排名第5位，科克·史蒂文斯状态不好，现场嗑药。在1985年的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的比赛当中，科克·史蒂文斯觉得自己的临场状态不好，他给自己的对手弗朗西斯科说：“嘿兄弟，我状态不好，我得去打一针。”随后这哥们儿就到洗手间给自己注射了一针可卡因。比赛结束以后，弗朗西斯科就把这个事儿报告给了世态联。这个事儿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咋还有选手敢现场嗑药？随后世态联便引入了药检的制度。当然，这位弗朗西斯科也不是啥好东西，接下来就到他了。斯诺克历史6大丑闻排名第4位，弗朗西斯科，斯诺克历史假球第一案。时间还是1985年。就在弗朗西斯科举报科克·史蒂文斯之后，在当年的世锦赛当中，弗朗西斯科以2-10输给了二哥吉米·怀特。随后世态联接到举报，说弗朗西斯科在这场比赛当中打了假球。世态联在调查过程当中发现，弗朗西斯科下了大量的注码在2-10的这个比分上面，为自己获得了数十万英镑的丰厚利润。这是斯诺克历史上的第一桩假球案件。弗朗西斯科被世态联处以禁赛5年、罚款1万英镑的处罚。1989年，弗朗西斯科因为贩卖大麻被英国警方抓获，从此彻底的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。想想当年他去举报科克·史蒂文斯，原来他妈的都是一丘之貉。斯诺克历史6大丑闻排名第3位，1998年北爱公开赛，火箭被剥夺冠军。1998年的北爱公开赛决赛之后，火箭的赛后兴奋剂检测呈阳性，随后火箭承认了自己在赛前曾大量的吸食了大麻。世态联当即宣布取消了火箭的冠军头衔，并且为此火箭还接受了2次强制性的戒毒治疗。关于这一段，火迷们可能又要问，火箭还接受过强制戒毒治疗，你又咋知道的？关于这一点可不是大神瞎编的，在火箭的自传当中，他自己就是这么写的。斯诺克历史6大丑闻排名第2位，老张现形记。2010年的斯诺克世锦赛第2轮，当时53岁的老球王史蒂夫·戴维斯赢了希金斯晋级下一轮，开心的像个孩子。但是老球王不知道的是，当时老张是故意输给他的，原因很简单，他要赶时间。当时在乌克兰有一笔大生意等着他要谈，单局收费30万欧元。整个过程被记者全程录了下来。事后老张给世态联解释，他当时受到了俄罗斯黑帮的威胁，看着老张气定神闲跟黑帮碰杯，说合作愉快的样子，大圣不禁感慨，咋就没人这样威胁我呢？斯诺克历史6大丑闻排名第1位，1983年世锦赛飓风 KO 裁判。这个事情至今有2种说法。世态联的说法是，飓风不但用头撞倒了当时的世态联官员，还一拳 KO 了现场的裁判。而飓风的说法是，我确实用头撞倒了世态联的官员，但是当时的裁判我并没有打他，只是推了他一下。不管当时飓风到底挥拳了没有，但是动手是肯定的。看到这儿，兄弟们肯定会说，之前那么多丑闻，有打假球的，有嗑药的，到飓风这儿只不过是 KO 了一下裁判，怎么又排到第1位了？但是大圣想说的是，斯诺克近100年的历史，不管你嗑药也好，打假球也罢，但是敢在现场对世态联的官员和裁判动手的，也仅有他一人而已。火箭后来也学过一次，
不过效果嘛，还是差了那么一点。能动手解决的事儿，咱们绝不瞎逼逼。当然，斯诺克历史上还有很多丑闻，有些是重复的，比如说打假球、胖子里；有些嘛，说起来实在不太雅观。比如说2009年的斯诺克世锦赛，火箭对着塔布的屁股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动作，咱们给火老师留点面子就不提了。今天的斯诺克6大丑闻就给大家聊到这里，希望您能喜欢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是大圣。